Alice，我跟着上一集做了，写了一堆卡片，但怎么觉得他们只是从一大本笔记变成一堆碎纸片呢？完全没有连起来啊！别急，你手上的每一张卡片就像夜空中一颗颗散落的星星，它们各自闪烁着，但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故事。星星要连成星座才会被记住，卡片要串成链条才有生命力。今天这集就是要教你怎么把这些散落的星光一颗一颗牵起来，编织成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星座。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爱丽丝习道笔记，这里是陪你一起练习生活、练习思考的过日子不佛系单元。我是爱丽丝。如果你有跟着前2集实作，现在你的桌上应该已经有一些卡片了，但也许你看着它们，心里会默默怀疑，我只是把大本笔记拆成比较小的碎片而已，好像没什么不同。放心，因为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点的阶段，今天我们要从点变成线，把卡片从孤立点串成思想链。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爱丽丝记者准备好了吗？收到，今天我们继续用如何阅读一本书来实战。在串联之前，我们先多写几张卡片来热身。书的第2章讲的是阅读的4个层次，你可能会很自然地把它整理成条列式重点。1. 基础阅读，认字看懂句子。2. 检视阅读，在短时间内掌握书的主题。3. 分析阅读，解析作者写作或思维的过程。4. 主题阅读，跨书比较差异和关联。这样写也不能说错啦，但有个小问题，你看得出来这4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吗？看不出来对吧？确实看不出来。书里有强调，每一个阅读层次都包含并建立在前一个层次之上，但条列式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里我要分享我超爱用的一个秘诀，直接画图表。看我的，我画了一个金字塔，最底层最大一格是基础阅读，往上依序是检视分析，最后最顶端的那一小块是主题阅读，旁边再加几句简单的注解。你看这个层层堆叠的关系是不是一眼就看懂了？爱丽丝，你这个金字塔画得有点歪哦。哎呦，主播，这是我们自己的笔记耶，画得再丑再抽象都没人知道。而且说真的，那种丑丑的涂鸦有时候反而记得更清楚。好，趁热打铁，我们再写1章，翻到第6章，一本书的分类。我先用上一集教的重述法，把整章浓缩成一句话。深读前要先辨别一本书的类别，因为不同类型的书要用不同的读书方法。写完了，但这样只是在搬运知识，我们要加点灵魂，来写点感想。有时候我们读完一本书会失望，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书，往往不是书不好，而是我们一开始就搞错了期待，用错了方法。你该不会是在暗示某一本书？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我们赶快进入下一步，镜头交还给棚内。好了，现在卡片的内容有了，接下来第3步很重要，帮卡片取一个标题。哈，我内容都写得这么清楚了，还要标题哦？标题其实非必要，但它有2个重要功能。1. 快速定位，让你以后翻卡片时不用重读内容就能知道这张在说什么。2. 强迫思考，逼你找出这张卡片真正的核心想法。我们写笔记常常贪心，一张卡塞了多个重点，下标题就是在问自己，这张卡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来，爱丽丝，随便抽1张卡片示范。好，就这张，内容是关于阅读的3种目标，那我标题就写阅读的3种目标。不行哦，这个标题太笼统了，未来你读其他书也可能提到阅读的目标，到时候你有 N 张卡片都叫阅读的目标，你要怎么分？所以标题最好是一个具体的结论，而不是空泛的名词。具体的结论，好，那我改一下。
写艾德勒认为阅读有3种目标：娱乐、资讯、理解，这样可以吗？好多了，这样一看就知道谁的观点什么结论。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这3种目标里哪一个对我最重要？我想一下，我是不是可以顺便把感想加上去？我的感想是，阅读最重要的目的是增进理解力，吸收资讯只是待在舒适圈，而挑战理解力才能突破边界。所以这张卡片的标题就可以定为阅读的终极目标是增进理解力。漂亮，这个标题既精准又带有你个人的观点，这才是属于你的笔记。提醒大家，标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必须是你自己动脑亲自归纳的。这样做不只帮助记忆，下次翻到这张卡片时，还能立刻唤起当时的思考脉络。好，卡片写好了，标题也下了，现在进入第4步，也是卡片盒最核心的关键，帮卡片编号。编号的目的不是为了排序，而是为了记录你的思考是怎么流动的。规则很简单，像是在玩文字接龙。每新增一张卡片，都必须接在你认为最相关的那张卡片后面，没有相关的才开新支线。编号格式是数字点数字字母交错，在点之前的数字代表主题，例如阅读这个主题就用1点开头，只要是跟阅读有关的卡片都是1点开头。在点之后的编号则是数字和字母交叉使用，数字之后接字母，字母之后接数字。举例来说，阅读主题下的第一张卡片是 1.1， 接在 1.1 后面就变成 1.1A、1.1B、1.1C， 接在 1.1A 后面编号就是 1.1A1、1.1A2、1.1A3。 为什么这么麻烦？直接数字接数字不行吗？不行哦，如果数字后面接数字，比如11，你就会搞不清楚这到底是2个1还是数字11。Alice 记者直接实作给大家看。收到，现在我来为卡片编号。第一张卡片，背诵他人整理好的重点，无法增进理解力，编号是 1.1。第二张卡片，阅读的终极目标是增进理解力，我觉得跟第一张卡是有相关的，所以是 1.1A。第三张卡片，至少要分析阅读才能读透一本书。这张虽然也是讲阅读，但跟理解力话题岔开了，是一个新的子题，所以不接在 1.1A 后面，而是回到主干，编号 1.2。 没错， 1.1A 就像是你在回应 1.1 的话，而 1.2 就像是你开启了一个新话题。最后一章，深读前先判断书的分类。书里说这是分析阅读的第一步。咦，分析阅读刚刚在 1.2 提到过，所以这章要接在 1.2 后面。我在内文补一句，这是分析阅读的第一步，把关系连起来，然后编号写 1.2A。 哇，现在虽然只有4章，但感觉已经有2条小小的思路在生长了耶。放进卡片盒的顺序是 1.1、1.1A、1.2、1.2A。 这就是知识生长的过程。注意哦，卡片的顺序不代表逻辑先后或文章大纲，它只是单纯记录你的大脑当下是怎么联想的。虽然现在卡片还很少，但你的卡片盒已经开始发芽咯。卡片不再是孤零零的了，它能一路延伸，分支展开，最后长成一棵思维大树。想象一下，你认真写了很多卡片，有一天发现，阅读这一叠已经厚到快爆炸了。你盯着这团茂密的分支，突然一阵晕眩。天啊，我到底开了几条支线？这时候你需要一个法宝，目录卡。Alice 记者交给你了。没问题，拿一张空白卡，第一行写下主题：1. 阅读，底下直接列表，把目前所有支线的编号和标题抄一遍。1.1 背诵他人整理好的重点，无法增进理解力。1.2 至少要分析阅读才能读透一本书。这张卡就放在 1.1 前面，当做1点阅读这整个区块的入口。很
哈，同样的技巧也可以用在任何一张卡片上。比如 1.22B 底下接了好几张卡片，我在 1.2B 之后加一张目录卡。1.2B 分析阅读，要试图推测作者的思路。1.2B1 用书籍分类判断作者想教什么。1.2B2 用简短的描述抓住书的大意。1.2B3 列出大纲，了解书的架构。目录卡就像在岔路处会看到的那种指示路标，它会告诉你往左走是风景区，往右走是停车场，让你不会在自己的笔记海里迷路。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原本散落的小卡片串成一条条会不断延伸的思考链了。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当卡片盒开始长大之后，你的思路会开始变得有点狂野。本来明明是在写阅读，但写着写着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人生的意义去了。你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跑题了？没关系，请让它自由发展，因为分类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卡片和笔记更像是会到处蔓延的树根，会不断分叉的河流。那些看似乱七八糟没有逻辑的路径，其实都是你独一无二的思考轨迹。看完这集，你可以开始做这3件事： 1. 帮卡片加上标题； 2. 帮卡片加上编号； 3. 在插入处放上目录卡。下一集我们将为卡片加上关键字，并引入索引系统，这样未来找卡片时才不会像大海捞针。谢谢大家收看，我是 Alice， 我们下集见，拜拜。